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没有之一。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中英双方却对这场战争有不同的描述。中国称之为这是一场英国人为了倾销鸦片开启的战争，所以叫鸦片战争，而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是为了迫使中国与他们做生意才打的。那么哪一种表述更贴近事实？鸦片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鸦片战争。当时的清朝实行的是一口通商制度，也就是在广州设立一个可以和外国通商的港口，贸易由广州13行负责。广州古称番禺，地位在历史上几经起伏。汉代的广州已经作为贸易据点登上舞台了，唐代的广州已经成了东方大港。但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广州一度衰落下去。到了清朝康熙23年，也就是收复台湾以后的1684年，再度恢复了宽松的外贸政策。康熙沿着中国的东南海岸线划出几个外贸特区，把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4个地方列为特许可以经营外贸的城市，相应设立了粤闽江这4大海关。但是到了乾隆22年，风向又为之一变，乾隆皇帝把4个外贸特区砍掉了3个，只保留广州一处，改成一口通商了。这一口通商就沿用到了现在。广州的通商采取了商行制度，所谓商行就是政府认证的能够经营外贸业务的贸易公司，所有的和外贸有关的买卖都由他们经手，他们对政府负责，其实就是特许垄断制度。因为经营洋货，又被称之为洋行。这样的商行代表性的有13家，因此又被称为广州13行。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中国号称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它的丝绸、茶叶等货物是欧洲上流社会竞相追捧的东西。如果能够垄断这笔生意，足够赚他好几个比尔盖茨了。那么想成为其中的一家商行，需要多大的本事呢？有2个主要条件。第一就是资金丰厚，每个入行的商家得缴纳20万两白银作为保证金。第2个条件就是商行必须每年按照进出口的比例向政府缴纳白银。作为领头羊的广州13行有多富有呢？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了过去1000年时间里全世界最有钱的50个人。清代商人吴秉鉴凭借他富可敌国的财力，成为他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富。这个吴秉鉴就是广州13行里带头的老大哥。不过这个商行也不好做，因为官府不管外国商人在中国怎么样，但只要出了事就找13行的麻烦。根据当时的史料记录，我们能看到官府对13行的申斥，却看不到官府对洋商的申斥。因为如果洋商出了问题，官府都是向13行问罪的。因此13行除了正常贸易，还要干很多事，要负责给外国的商人盖宾馆住处，要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帮他们的商品通关，还要负责约束外国商人的言行举止，约束他们不能离开宾馆，不能带外国女人进来，更不容许外国商人跟中国女人有任何瓜葛。对于13行这样的贸易模式，清政府很满意，或者说他们并不在意，只要洋人别惹出乱子，贸易多少是无所谓的。正如乾隆皇帝所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根本不需要和夷人贸易，给你开贸易这个口子也是皇帝对你们夷人的恩典。当时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换句话说，人民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再多的需求不敢提也不敢想。没有消费需求，自然就不需要对外贸易输入商品，因此当时中国和外国的贸易长期保持高度顺差，中国像个巨大的无底洞，吞入了源源不断的金银，却一点也没吐出来。而这可把英国人给急坏了。英国人为什么急呢？这就要从鸦片战争前英国人面临的问题说起。1840年之前的西方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此时的西方已经进行了200-300年的地理大发现，通过大航海在全球到处抢夺殖民地，建立起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且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了民族国家关系的国际准则。16世纪末的时候，英国和荷兰开始发展海外事业，2个国家都设有东印度公司。当时海上的世界霸主还是葡萄牙人，而且早在1517年就来到中国和明朝建立了贸易关系。因此这2个东印度公司刚开始来中国通商的时候，
没少受到葡萄牙人的刁难。英国商人当时连中国的门都摸不到，一般都在南洋或者日本从二道贩子手里采购需要的货物。后来在17世纪，荷兰取代葡萄牙人的霸主地位，成为了海上马车夫，垄断了全球的航运贸易。再后来，英国通过3次英荷战争击败荷兰人，抢到了这把铁王座。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高。可是生产那么多产品，没人买怎么办？所以他们急需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的商品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更雪上加霜的还有货币，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做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的货物需要抽20%的高税率，更使英国大为不满。这里要说一句，其实中国官方制定的税率是5%，之所以实际收这么高，主要是因为一些腐败之类的官场陋习。为了扩大和中国的贸易，英国商人转动脑筋，苦思冥想，最终把他们不能和中国扩大贸易的原因归结为广州官府和13行的阻挠。只要我们见到中国皇帝，向他当面诉说困难，中国一定会为我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的。怀着这样天真的想法，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一支访问使团。当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整体印象都是无比向上的，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下，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国家，而在著名粉红法国启蒙运动领头人伏尔泰看来，中国更是理性国家的模范，是柏拉图描述的具象化的理想国。怀着这样美好的憧憬，马加尔尼使团上路了。为了显示英国的诚意和英国的实力，马加尔尼使团带了整整一支舰队。为首的旗舰狮子号是配备了64门大炮的巨舰，而马加尔尼本人也大有来头，他曾经做过驻俄公使，还做过英国海外领地的总督，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职业外交官。除此之外，使团中还有各色的专家以及随行的画师，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礼品，基本涵盖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成果。礼品里面有许多中国人见都没见过的各种科学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还有天文仪器，还有武器。当时最先进的枪和炮，其中铜制的速射炮可以每分钟发20-30发炮弹，其他还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等等。马加尔尼的使团可以说是诚意十足，他们的到来也给中国的朝野带来一片喜庆。当时的乾隆皇帝已经82岁了，他在位58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自封为十全老人。这次英国使团的到来让他感觉更加良好，因为一个遥远的连名都没听过，甚至都不知道在哪的国家带着这么多的礼物前来进贡，足以说明乾隆皇帝威名远播，我天朝国威虽远弗届。然而令人尴尬的是，马加尔尼的使团虽然是来送礼的，这礼物却不能算作朝贡，他们是来要求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可想而知，坚信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清朝君臣，全都对这通商的请求毫不在意，他们在意的反而是另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那就是马加尔尼在见皇帝的时候一定要行3跪9叩的大礼。在马加尔尼看来，他们面见中国皇帝的礼仪只能按照他们见英国国王的礼仪。会见英国国王的礼仪是什么呢？是单膝跪地亲吻他的手。马加尔尼在出发之前就用正式文书告知广东巡抚，此次访华的目的是达成双方平等贸易关系，并非是卑躬屈膝的臣服。可广东巡抚在呈交奏折时，依然将访华看作是臣服，清朝自上而下都认为这是蛮夷民族来加入中国朝贡体系。如果连礼节都做不到平等，那别的更谈不上了。不过为了能够见到中国皇帝，完成使命，马加尔尼最终妥协了。他按照中国礼仪双膝跪倒，
也做了单膝下跪的英国礼，不过亲吻皇帝的手被清朝认为有辱圣体，就没有做。不过马加尔尼虽然妥协了，但他的通商请求，当乾隆皇帝听到英国通商要求的时候，他感觉极其荒唐。在乾隆看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与外夷贸易，现在开一个口子，不过是因为天朝的茶叶、瓷器、丝绸是你们这些外夷所需要的，因此特别加恩体恤你们，是给你们的赏赐，你们居然还敢来讨价还价，真是荒唐。显然马加尔尼的使命彻底失败了，不仅开放通商口岸做不到，连改善一下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待遇都办不到。不过使团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看清了大清帝国的真面目。这个使团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回程的时候，他们从北京沿着大运河南下到江南，然后再转回到广州，沿途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从马加尔尼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当时生产力低下，人民普遍挣扎在贫困线上，而且贫富差距极大，普通人家能有粥饭果腹就不错了。而上流社会的宴席有上菜12道，每道上12个菜，一共144个菜。从马加尔尼的笔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康乾盛世，吃饱和穿暖仍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梦想。此外，他们还看到了官民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剧烈，海防的松弛与军队的涣散。马加尔尼回国之后，中国以往的神话就都不复存在了，英国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国。这次马加尔尼的访华，对于日后英国敢于发动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其次，透过这起访华事件，其失败是必然而非偶然。这种必然性在于马加尔尼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乾隆皇帝所坚守的东方文明，双方存在根本上的政治与文化冲突，并且这种鸿沟双方并未能达成共识，相互妥协让步，致使访华失败，不欢而散。其一，在政治秩序上，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国家战后都会缔结平等合约，基于双方平等地位所开展的，称之为条约体系。而在清朝中国，在华夷观念的指导下，明清在亚洲大陆建立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这种朝贡体系本质就是等级观念下的臣服。其二，西方国家通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已经在封建时代下脱离出来，实现个人思想解放，开始用平等与理性指导生活，无论是个人亦或是国家发展，都是如此。而在清朝奉行的却是等级观念森严的儒家伦理，强调君臣富纲，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对于西方的科技产物更是持鄙夷态度。可见英国和清朝在政治秩序与思想文化上存在巨大冲突，马加尔尼访华必然失败，清朝也必然迎来英国的坚船利炮。